这个视频我们先复盘 T1 打滔博的比赛，再来预测 T1 打 Gen.G 的比赛。不想看复盘的人可以直接拉到后面看预测。T1 打滔博的3场 BP 和我赛前说的一样，3场红色方都把阿罗拉和永恩 ban 了。比赛内容也和我说的一样 ，Cream 没有了熟练的英雄，滔博这个战队将完全溃败。说实话，虽然在这场比赛开打之前我明确指出滔博会输，但没想到会输的这么干脆。进入第1局的 BP， 在阿罗拉与永恩被 ban 的情况下，滔博还是选用其引以为傲的小炮植物人体系。T1 见招拆招，直接选下猪妹青钢影和女警的定点突破阵容，再加上巴德的远距离开团，极大的限制了小炮的发挥。我需要说明的是，现在的 T1 已经将女警作为一个配合中上野定点爆破的英雄，类似炸弹人，但女警在前期的长手射程使得其具有炸弹人不具备的推塔优势。同时，369的兰博给了 T1 远距离开团的右翼武器 ，Faker 的兰博大招居然能撒的比369这个上单好。虽然说我很不想跟风嘲讽369，但是其既然作为一个 LPL 前几的上单，还是好好练练关键技能的释放吧。实在不行，以后就别玩兰博，别再丢中国人的脸了。总结第1场的 BP， 滔博在一开始就陷入了无英雄可用的境地。在游戏内容方面，滔博第1把的战犯无疑是小天，滔博这个阵容一定是要争潮虫的。但是6分钟的时候，自己把自己浪没了，直接断了小炮的推塔节奏，导致小炮一整局都没有单人吃过一座外塔。没吃到经济的小炮在中期一点输出没有，被青钢影猪妹一锁就记了。总之，第1局的比赛在6分钟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再来看第2局的 BP。第2局的 BP 滔博在蓝色方选的还是挺不错的，首先是版本 OP 英雄塞拉斯选出来，保证了整体阵容的灵活性，再来是克制赵信的英雄破败王。滔博选出这个阵容就是要让小天无限肥，打团的时候让 T1 减员。在第2局的游戏内容方面，第2局的战犯也是小天。第2波潮虫团的时候，本来哥哥的状态就不怎么好了，非要打潮虫团。要知道的是，破败王一定是要打野区优势的，这波潮虫团直接给大欧老师白白收1人头1助攻，小天还死了。之后的游戏内容就没什么好聊的了，破败王没了优势就跟路边一样，滔博的整个阵容已经没伤害了，其他的什么谁失误了之类的，根本就不影响整体的局势。第3局我就不分析了，大家自己看个乐子。总结这一个系列赛，滔博的第1局在蓝色方无脑出自信的英雄，被 T1 的进场体系克制。第2局在蓝色方 BP 正常选英雄 ，BP 5-5开的情况下还是输了，最终导致了第3局的惨案。要是让我选这个系列赛的战犯，我给到小天。事实上，滔博能走到世界赛8强，小天一直是 carry 的那个人，但是昨天的小天没有根据阵容能赢比赛的大方向打，心浮气躁，频繁失去野区节奏，使得滔博溃败。当然，我并不是说其他4个人没锅，只是以前赢的比赛都是小天 carry 的，昨天的小天和之前反差有点大了。接下来我们来预测 T1 打 Gen.G 的4强赛。其实这场比赛没什么悬念，以我看了 LCK 10年的经验，我要告诉大家 T1 将以3-1的比分拿下 Gen.G。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不看 LCK 的人天天说这次 T1 要输。事实上Gen.G 赢 T1 是从2022年的夏季赛开始的，当时小花生只要保住 Ruler 的泽立 ，T1 就毫无还手之力。再到泽立人助力的 Peace 登场，去年春季赛和夏季赛都是因为泽立这个英雄，加上小花生很会保 AD， 导致了 T1 根本赢不了 Gen.G， 甚至在去年夏季决赛3放泽立被零封。进入2024年，在小花生走了之后 ，Gen.G 本来是打不过 T1 的。但是今年春天的龙王小炮版本和夏天的飞机永恩版本，简直就是为大超量身定做的版本，导致了今年的 T1 在常规赛没有赢过 Gen.G。事实上，你能从今年 T1 对阵 Gen.G 的春季赛决赛看出，即使是在大超游龙的版本，只要 Faker 还有一支能玩的英雄 ，Gen.G 也是很难战胜 T1 的。在春决中，若不是3输1守螳螂，重组之后的 Gen.G 根本就赢不了 T1。再来看今年的世界赛版本 ，Gen.G 赖以赢 T1 的泽立已经不那么强势。
同时，大超游龙的小炮飞机也彻底退出世界赛，其唯一稍微优势一点的永恩、宙斯也能玩。塞拉斯、狐狸等开团英雄让大超的容错率大大降低。以往的 Gen G 可能犯了一次错误之后还能翻盘，但现在这个版本 Gen G 很难靠大超的小火龙硬拖。再加上奎桑提削弱后 ，P-in 唯一能 carry 的阿罗拉一定会上 ban 位。最后 Latens 的巴德和洛玩的也不如 Kyria， 唯一优势的机器人列娜塔在面对 T1 的拉扯阵容时也很难发挥。接下来我给 T1 在 BP 上一些建议。T1 要是在红色方，毫无疑问的禁用将会是阿罗拉和永恩。之后要是三叔抢了梦魇，建议 T1 直接锁下波比和霞，反手 ban 了列娜塔。宙斯可以直接选格温，之后再看情况给 Faker 拿阿卡丽沙皇，因为红色方的 Gen G 将会狠狠针对 Faker 的英雄池。塞拉斯和狐狸很可能被抢或者被 ban， 最后将 counter 位留给 Kyria。要是 T1 在蓝色方，建议第一手抢下狐狸塞拉斯或者永恩。要是抢到狐狸塞拉斯，那么大概率就有了。若抢到永恩，可以先中上摇摆一会儿，再看情况给大欧选猪妹和梦魇。最后给下路二人组拿个女警拉克斯或者霞洛，又或是卡莉斯塔和列娜塔。在游戏内容方面 ，T1 要想赢 Gen G， 胜负手就是 Kyria 的开团，尤其是列娜塔。这个英雄是 Latens 特别爱玩的反手英雄，希望 T1 能够引起重视。在前期的运营中，大欧要叫上 Kyria， 狠狠进三叔的野区断三叔的节奏，把三叔打急了，三叔就会给机会。同时，不管是小龙还是先锋，都要尽力争取，别像夏季赛那样直接就放火龙魂，还耽误了自己的发育。最后，我估计三叔在1-2落后的情况下，会气急败坏，狠狠针对 Faker。大欧在最后几局要尽量保着 Faker 打，让 Faker 的对线压力减轻，这样 Faker 就有思考运营的空间，让 T1 不会玩得那么急。总之 ，T1 打 Gen G， 只要注意我说的几个方面。即将前往伦敦与 LPL 决战。看到这里的人，如果觉得我说的还有点道理，可以点个3连。我们下期视频更新 T1 对战 Gen G 的复盘。